小夏，我让你打人是吓唬吓唬九姑奶奶，你怎么真把人打死了呢？小姐放心，她没有被打死，只是被我打晕了而已。那些血呢？是我做的手脚。真的？我趁九姑奶奶和小姐说话的时候，打在了她的脖子上。打晕之后，我用的是巧劲儿，看着重，其实没有伤到皮肉。那就好。朱少，你给他找个大夫吧。哦，别让九姑奶奶知道了。折腾了一天，我也累了，你们出去吧。诺。走吧。邵总管，小姐应该还没有惩罚过别人，还是下不了狠心。小姐是朱府唯一的血脉了，她要不狠一点儿，将来谁带着我们朱府往前走啊？邵总管，这些事儿太为难小姐了吧？放心吧，小姐不是脆弱的人，自己会想通的。走吧。九叔，老头子让我当这个家，我必须尽快适应这个新身份，都快没时间去想你和阿黄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赚到足够的钱还债的。元兄啊，实在是抱歉，我没想到他这么难请，连我母妃去请都没请过来。既然他不出来的话，我就进去。元兄是想半夜翻墙会佳人？哎，这个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这传出去成何体统啊？这有什么呀？痴情郎未见心上人一面，不顾安危，这多浪漫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主意已定，我每天对他日思暮想，再见不着他，我会疯的。这里应该就是朱府孙小姐的院子了吧？别动手，我是京城守卫府的公子，在追台的时候，我还帮你们家小姐打过架呢。转过来。我挡着他们，你们快走！为何要半夜偷偷闯入朱府？你比在酒楼那天更美。不是，在下袁崇，家父是京城守备。我手作兵书，去年以中进士。我尚无婚配，更为娶妾。我过几日就要返家。你等下，我走之前我就想见姑娘一面。我喜欢你。返家以后，我会叫人过来向你提亲。你认错人了，不过感谢你在醉一台出手的份上，我就放了你。我没认错人啊！那天在醉一台拎起酒坛把吴老虎砸晕的人就是你啊！虽然说你换了一身男装，但我一眼也认出来了。原来他不是冲着孙小姐来的。在下对姑娘是一见倾心，所以我这几日想尽一切办法，就想见姑娘一面，所以我才翻墙而入，有些冒昧，希望姑娘不要介意。你走吧，你下次再敢翻墙进来，我会绑了你交给衙门。想必守备大人也丢不起这个人。我的确对姑娘是一片真心啊，我就想得到姑娘一句答复，我再走。哎，在下所言句句肺腑，如有半句假话，天打雷劈。登徒浪子！我知道翻墙而入，直言不讳，的确孟浪一点。可是我对姑娘，我的确是一片真心啊。
你快走吧，别打扰我家小姐睡觉。不行，我好不容易才翻墙进来，没有让你喜欢上我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哎，姑娘，你刚刚说你们家小姐，你不就是朱府的孙小姐吗？哎不是也没有关系，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，不是你小姐的身份。真的，你要相信我。你终于相信我说的话了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我不是孙小姐这个事儿绝对不能瞒传，否则我杀了你。哎，你放心，我的嘴可严了，连毅他那事儿我谁也没说。你认识联谊课？不，我不认识啊，没听说过呀。我要去见他。听说联谊课最常出没京城一带，公子是守备府的人，想必认识的人也不少，可知道联谊课的下落？姑娘，我真的不认识他。那公子请回吧，希望公子能信守承诺。哎，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想谢谢他那天一箭相救，如果公子遇见他，告诉他有空来趟苏州，有人想见他。你想见他？你该不会因为那一箭你就喜欢上他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赶紧死了这条心吧，他心里早就已经有人了。公子遇见他，告诉他便可，其余的等他来了再说。我遇见他，我也不会告诉他。你等着啊，我还会再来的，我一定会让你喜欢上我的。回来啦，小姐。嗯，是最一台出手的袁公子，他知道我不是孙小姐的身份，但他是京城守备大人的公子，杀不得，所以只好赶他走。我都听到喽。小姐听到什么了？我听见他说，他喜欢你。哎，家世不错，长得也不赖，又敢大声说喜欢你，这男的还行啊。小姐，我是不会嫁人的，以后别再提这事儿了。为什么不会嫁人啊？我是要保护小姐一辈子的人，女人太软弱，也不够坚强，而且我从小就把自己当男人看待。可你毕竟还是个女人啊。那女人不嫁人没关系，可是有个男人喜欢，也是很幸福的事呀。那小姐喜欢联谊课吗？我听袁公子说起联谊课的神态，他可能认识联谊课。要不下次他再来的话，我帮小姐便问出联谊课的下落。我和联谊课还是不见为好。为什么呀？如果他知道我没死，变成了朱府的孙小姐，会告诉齐王爷和莫府吗？哎呀，没什么。老头子不是要我开源节流，想办法为朱府赚钱吗？我忙这些事都来不及了，哪有心思谈情说爱啊？那赚钱一事儿，小姐可想到好法子了？方法是想到了几个，明天把朱福、朱寿叫来吧，我还得跟他们商量一下。那小姐也早点休息吧。你也是啊。做生意，做哦，我王一姐，行。小姐啊，你想把钱借给穷人，既不开源也不节流，我们还得自己添好多银子进去，
而且还要担心他们能不能按时还这个钱。你说这万一他们还不上这个钱？哎呀，我以前做乞丐，瞒着九叔做生意的时候，最缺的就是一开始进货的钱。后来生意慢慢顺了，缺的又是扩大经营的钱。我那时候就在想，要是有人肯借给我这笔钱，6分利息我都愿意。哎呦，小姐，这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属于经商奇才的，是他们要是亏了呢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还是把钱贷给商人比较稳妥，比较保险。那可不见得，借贷给商人，投入更多，风险更大，而且商人才看不上那些碎银呢，普通老百姓身上也不缺，缺的就是那些被苛捐杂税掏光家底的穷人。我们借钱给他，不就是雪中送炭吗？皇上现在征税确实极重，穷人也多了不少。不过他们都是以农耕为主，懂得做生意的极为少数。所以我的担心跟朱寿一样，因为咱们做生意有时候货款都会被拖欠，如果他们真的亏了，就是没有钱还给我们，咱们该怎么办？对啊，所以我们要考察啊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先别借得太多，等他们按时还款之后才能再借。信誉是要慢慢积累的，而且这些穷人，他们不比那些经常做生意的商人油滑，他们都是穷苦大众，机会对他们来说很难得的，一旦得了钱，就会善加利用。就算有不还的人，也只是少数，亏不了多少钱的。何况我们还能采取连坐的方法，要是一个人不还钱，那他周围的邻居也都不能再借钱了。穷人也是看重脸面的，总不能得罪所有的邻居吧？哎呀，借钱给穷人做生意，肯定会立刻提高朱府在江南乃至于全国的名气，搞不好连皇上都要嘉奖咱们朱府帮助穷困百姓呢。而且一旦朱府在全国的声望越来越高，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跟朱府做生意，这样朱府在其他方面的生意肯定也会蒸蒸日上啊。对，哎呀，小姐说的极是啊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你想啊，借贷给商人古来有之，一点都不稀奇，但借给穷人，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，这绝对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呀。而且借钱这个事儿吧，它传得特别快，1传10，10传100，100传1000，1000传万，一下子全国就都知道了。知道朱府人越多，到我们朱府店铺上买东西的人越多，这样我们生意就会越来越好。就这么说来的话，这买卖能做啊，是吧？这个方法虽然周期长，不过绝对是个不亏本，而且会获得巨大利益的生意。哎呀，两位总管，怎么样？做还是不做啊？一切听小姐的。哎呦，看看呐，孙小姐才来我们朱府几日啊，就帮我们朱府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，简直就是朱府的福星啊！以后啊，我跟朱福跟着小姐做事儿，特踏实，特放心。你少给我灌那些甜言蜜语了。我是觉得还有一些地方不是很完善，你们再帮我看看啊，别让人钻了空子。好。听说了吗？朱府在借钱给穷人做生意，每人可借3两银子，可分3个月还，每个月只还1两银子和1点利息就好。而且提前还钱还不用利息呢。有这种好事？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好像是新来孙小姐提出来的。要是能借到银子，我就能把我那小摊铺支起来了，到时候就再也不用天天看掌柜的脸色了。真有这好事啊？那你还不赶紧去看一看？现在这朱府钱庄里应该已经全是人了吧？你要是晚点去你连挤都挤不进去。你先帮忙收拾着我去找掌柜的请假去。你先帮忙收拾着。好，快去。这招可真不错，钱花的不多，效果却好。这丫头有点经商头脑。小二，来了，结账。好嘞。太好
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回去等消息吧。啊，好，来谢谢下一个。掌柜好，我叫陈大，是黄村李家庄的人，现在在最一台当伙计，想借3两银子开一个馄饨铺子，保证按时还钱。陈大，3两银子。好，你的情况我们呢已经掌握了。我们需要3天的时间核实一下。核实？还要核实什么？核实一下你身份的真假，听听你在乡邻之间的信誉。如果没有问题，绝对会借。那没问题。好，下一个。庄主，我叫张三。这个正好是我的看来我们不能光玩，得办点正事儿，要不然这朱府还上了银子，老爷子非骂我不可。2，下午去3啊，2去8进1，简不简单？来，你试试。来，懂了。1点。2，下午。小姐，几位姑奶奶又来了。又来？哎呀，现在正是节流的时候，老头让我管他们的账，可算是要把他们给得罪了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先躲一躲。小霞，帮我挡住他们啊！拿着，跟上。快，拿上！快！哎呦，臭丫头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？什么事都推给我，你们老不舒服了。那些姑奶奶又堵我院子里了，不给他们银两吧，就拐弯抹角的骂我。都是你，让我当什么家了？你对那些人吧，不用客气啊，该骂就骂，该管就管，不用给我面子啊。他们都是我的长辈，我怎么能那么对他们呢？现在是你当家哎，你得有一点大当家的风范。这个家你最大，真的？那当然。那好，今天就从老太太房间开始吧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丫头，等等我。哇，这么大块玉，值不少钱吧？这是老太爷最喜欢的白玉圆雕，700两。700两？哇，这窗这么大，还用胶什么？啊，胶卷。啊，对，胶卷，我在咱们诸暨的绸缎铺看过，这起码得用2匹吧？得2匹多。2匹多，那多少钱呢180两。180两。这个我知道，很名贵的黄花梨。小姐识货。挺值钱的啊。那多少呢？得1000两出头。1000两出头啊！哇，这木头漂亮。沉香木。这是沉香木。哎，别，小姐，慢点摸，这根快值2000两了。2000两？哎，刚上来的明前新茶，壶里起码有2000吧？哎，2两银啊。哎，这用的该不会是你说的去年冬天梅花花蕊上的雪水？这收集的功夫也得值1两吧？还有这个紫砂壶，起码值个几百两对吧？老头，你刚刚喝那一口，起码值3两。
普通人家能过1个月了。这不用算得那么清楚吧？这些家具都是很名贵的，可以用8辈子。那还有那些小玩意儿，那都是从前便宜的时候买的。你不会想让我全都卖了吧？别担心，把那些全卖了也不过是些碎银，还塞不了牙缝呢。如今要开源节流，我不过是想让朱寿算笔账给您听。朱寿，报个数给老太爷听听。老太爷去年府里添置古董和家具，一共花费了14万8千两。每年府中糊窗户的胶捐要用3000两，姑奶奶们的每年置装费、首饰费大概是12万两银子。至于厨房，每年光花在燕窝和人参上的费用，就差不多1万4千两。其实这花费好像不是特别大，就是人稍微有点多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大家子提一回，我决定了，以后每院除了月银之外，再多支1000两银。姑奶奶们想买些什么，自己掂量着办啊，免得想买只钗子还得来找我。不是，这是不是太少点了？这比之前可少太多了。这不行，这说我们家连女眷都养不起，这传出去像什么话？你放心吧，老头，姑奶奶们肯定乐意的。他们会愿意？老爷小姐，我觉得小姐这个主意还是挺不错的。以前各位姑奶奶找我报销什么置装费、首饰费的时候啊，哎呀，表面上倒一个个笑呵呵的，这背地里呀，可嫌我抠得很呐，又嫌我问东问西，又嫌我嫌他们东西买贵了。每个月呢，姑奶奶们除了月银也没什么现银，首饰会旧，衣服也会旧。我觉得吧，再怎么着都不如这现银拿到手里面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花得爽快，花得痛快。这一年就剩下10几万两银子，何止？不错，只要他们不跟我哭闹，我愿意呀。那您是答应了？我当然同意。老头，我还有件事，我想让姑奶奶们入股朱府的产业，年终他们也可以分个红利什么的。真是我朱家的丫头，是吗？你说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？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？你这主意怎么想出来的？每年给他们1000两银子，转手就把这1000两又拿回来，而且他们手上有多少闲钱都得扔给你，是吗？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？怎么想不出来呢？那您是同意了？我当然同意了。你那些姑奶奶和他们那些亲戚，在我们那个店铺里都干活呢。从前吧，都是为了朱府干，一个个都像蛀虫一样。现在呀，都是给自己干了，那还不得屁颠屁颠的呀？是啊，那我就去跟他们说了啊。好，朱手，走。小姐，该休息了。小夏，你知道姑奶奶们总共拿出了多少闲钱入股吗？多少？100万两，整整100万两啊！哎，要是朱府再多几位姑奶奶，那就好了。哎，什么人？听说姑娘找我。你是联谊客？正是在下。他来了，他真的来了，他是来找我的吗？不行，九叔说过要防着七王爷。为什么要防？至今还没查清楚。我能出去见他吗？要是七王爷
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呢？我出去，岂不是陷朱府于危险当中吗？不行，我不能出去。姑娘，听说你喜欢我。哎，姑娘，我真的是联谊课呀。联谊课要是你这般功夫，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能听到他被仇人杀害的消息。的确，我的武功一般，但我的剑法特别厉害，我都是箭无虚发。那天就是我射箭救了你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你说错了，那天联谊课救的是我家小姐。你看我这记性，那天是我一时没看清楚，弄错了。对，我救的是你们家小姐。袁公子，你要么就跟联谊课一起来，要么就别来自讨苦吃。你就那么想见他？对。好，我回去我告诉他。姑娘，咱们也是第3次见面了，我还不知道姑娘的芳名呢，能否告知？小霞。小姑娘，我的功夫的确不及联谊课，哎，但我人好啊，而且我是真心实意的对你好。哎，等你进了联谊课你就知道了，他天天冷着一张臭脸，哪有我天天这么哄你开心的好啊，对吧？我保证，我一定会让你喜欢上我的。别！小虾，小姐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我现在不想见联谊课，你别自作主张，把他给带来了。可是袁公子已经离开了，要我追上去吗？不用了，我是说，不用追了，反正听他的语气，他也不见得真的把人带来。我要去睡觉了。哎，花不起，你到底是想他来，还是不想他来啊？哎，客官要买烟花吗？您看看，你们这里是朱府的产业吗？啊，是。小人的烟花爆竹都是朱府的工坊生产的，质量绝对有保障。是吗？那我的这位病人被朱府的烟花炸伤了眼睛，该怎么办呢？公子休要胡说，江南朱家做生意有口皆碑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还是想谎称被朱家的烟花炸伤，想讹诈朱府？算了，我懒得跟你说。听说你们现在朱府的产业是孙小姐当家，去把你们家孙小姐喊过来。哼，我倒要看看，这朱府的烟花炸伤了人，孙小姐也是否跟你一样推诿？孙小姐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哼，孙小姐的病是你们家福寿总管把我绑了过去才帮她治好的。你说我有没有资格见她？哎，那不是东方神医吗？前几日不见了，今日怎么又突然出现了？哼，啊，原来是东方神医啊！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啊！我这就去禀告朱府的老太爷，请老太爷定夺啊！您稍等，稍等啊！为了叫他给人治病，把人给绑来了，你怎么不把人全家都绑来呀？哎呀，老爷，这事儿真不能怪我们俩，都要怪东方神医，说什么救贫不救富。当时小姐的情况又特别的危急，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才把她绑来的，这属于情非得已啊！得以，
你就是个蠢货，绑人那种事你也能做呀？你这绑人你也得绑得漂亮些，是吧？现在人家打上门来了啊，直接那个东方小子在我们那个烟花店里头砸场子了，你说怎么办？老太爷，您先息怒，这个确实是当时小姐生命垂危，只有东方石能解这种无解之毒，所以我们这才出此下策。哦，这是下策，那你跟我说个上策呀！现在该怎么办呢？老爷，我看那个东方神医对我们家小姐其实挺有意思的，而且他又指名点姓非要孙小姐去处理，不然就让孙小姐蒙面，跟我一起去烟花店，由我出面把东方神医请到里屋，由孙小姐跟他谈，再让小虾来把那个烟花工坊的管事叫到店里边问个清楚。您觉得这样行吗？那就去吧。哦，好。你还杵这儿干嘛？小姐，这个就是救你性命的东方神医。拜见东方公子，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朱小姐真是太客气了。之前朱府的人把我绑过去给你治病的时候，他们可没对我这么客气。他们是担心我的伤势，才会出此下策。小女给公子赔不是了。你不用给我赔不是，你应该给我的这位病人赔个不是。我虽然保住了小虎子的双眼，但是他的视力能不能完全恢复，还得再观察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请公子说明白。小虎子，你自己说，你这双眼睛是怎么受伤的？公子，怕什么？今天本公子给你做主，你只管实话实说。说吧。多谢公子替小的做主。小人前些日子在朱家的烟花爆竹铺子买了烟花，本是给母亲祝寿用的，可谁知我刚点着烟花，那烟花竟然爆炸了，火药星子乱爆，炸伤了我的眼睛不说，那烟花燃起的火星子还飞到了邻舍，将两家人的茅草屋都点着了。两家人问我要赔偿，可是我眼睛受伤了，我做不了工，我拿什么赔偿给人家呀？你确定是在朱府的烟花爆竹店买的烟花？朱小姐，谁敢污蔑江南朱府啊？要不是有十足的证据，这一个小小的平头百姓，怎么敢来朱府的店里讨要公道？公子误会了，我不过是想知道事实而已。你们不必怀疑小虎子，这朱府的烟花炸伤了人，可不止这一起呢。我无意间保住了小虎子的双眼，想如果真是烟花所伤，朱府同一批烟花数量应该还有很多，所以特意查了一下。这名单上的所有人都买了朱府的同一批烟花，不过他们比较幸运，受伤没那么严重，所以就没来朱府找你们。你如果不相信的话，现在可以派人去查一查，或许朱府里现在就有同一批烟花，也可以现场点来试一试。还有同一批次的烟花吗？哦，还有很多。拿一个去院子里试试，注意安全。好。这个掌柜我可以帮他免费医治。不过朱小姐，这朱府卖的到底是烟花，还是要人命的火药啊？朱家卖出的东西出了问题，朱府一定会负责到底。哦，怎么负责？这位受伤的小兄弟有多少损失，我朱家店铺悉数赔偿便是。名单上的5个人也一样。不过，小女子有2个问题想请教公子。朱小姐，请问，这小虎子的眼伤可能医治？
唉，在下尽力而为。公子说笑了，既然连神医都这么说，那我想应该是有10成的把握。小虎子的伤就交给公子您医治了，再贵再好的药，朱府都能花得起。那不知道朱小姐的第2个问题是？这名单上的5个人，公子可都去医治过？医治过。他们的伤势都无碍吗？同样一句话，在下尽力而为。小女子明白了，多谢公子。小姐，我刚到烟花爆竹工坊，正好撞见这个家伙逃跑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是你在烟花成分里动的手脚吧？这烟花爆竹店是朱家新开的，开业前释放过烟花都没问题，可开业之后，怎么就出了这么多乱子？我本来想在众人面前问你是怎么管的烟花爆竹工坊，我看现在也不必了，把他带到衙门，让知府审去吧。小姐，他刚才招认是四姑奶奶的人，这事估计跟四姑奶奶逃不了干系，真的要送去衙门吗？四姑奶奶要跟我斗也就罢了，可她现在罔顾他人性命，伤及无辜，只能交由官府处理了，不能让这些卑鄙之人毁了朱家做生意的名誉。诺。我这2天听说朱家孙小姐年纪轻轻就把朱家产业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今天一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公子说笑了，若是真井井有条，何来烟花伤人一事呢？不过百密一疏而已。不过现在事情都已经水落石出了，不知在下是否有幸有请朱小姐到父亲的酒楼一叙呢？公子相邀，小女子本该相陪，不过我还得处理这商铺的事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今天不行，就明天；明天不行，就后天。不知道朱姑娘要处理多久呢？等所有的客人都对朱家的烟火满意了，那才叫处理完。你去让掌柜的把这批烟花都拿出来，再让人打几桶水放到店门口。我这就去办。各位父老乡亲、街坊邻居，今天东方神医带着被我们朱府烟花炸伤的病人来我们店里讨公道。我们朱府的烟花出了问题，炸伤了人，是我们朱府的责任，我们绝不推卸。一切伤者的治疗费用由我们朱府负责。本来就应该由你们朱府负责。对，本来就应该是我们朱府负责。同时呢，这个近几日，如果各位在我们的烟花铺购买过烟花爆竹的，可以把这些烟花爆竹退还给我们。我们朱府愿意双倍的价格回收。你们这说的好听，收了回去，这指不定哪天风波一过，你们又都卖出去了。对呀，大家放心，这一批烟花我们绝对不会再卖了。为了大家的安全，也为了我们朱府的信誉，刚才我们的孙小姐已经再三的叮嘱过我了，这批烟花必须销毁。所以今天当着各位乡亲老百姓的面，我们把它销毁了，给大家一个交代，好不好？好。来人，倒水。大家看见了吧？这就是我们朱府对自家商品的要求，不管是烟花爆竹、丝绸茶叶，还是金银首饰，质量必须是1等1的好。我们小姐说了，从今日起，但凡有人发现我们朱府卖的东西商品质量有问题的，赏银10两。好，欢迎大家监督。咱们赶紧去朱府的首饰店看一下。对啊，说不定还能赚10两银子呢。厉害，厉害！
猪猪姑娘最后这一计悬赏让大家监督，不仅能够挽回朱府在人们心中的信誉，还可以增加店铺的客源。相信朱府工坊里所有的工人都会更加小心谨慎，残次品将大大减少，一石三鸟。朱姑娘这一计果然高明。我只是想告诉大家，我们朱府的东西没问题，倒没像公子一样想那么多。朱姑娘做事雷厉风行，年纪轻轻就这么有商业头脑，哼，看来朱家大展宏图的日子不远了。朱姑娘，既然现在事情都处理完了，不知道是否有时间和在下去酒楼一叙呢？我还得去工坊一趟啊。管事换人，底下的工人毕竟会忧心是否自己也会受到影响，我得去安抚他们的情绪，把损失降到最低。朱姑娘想事情真的很周到，很好。那我就再陪你到工坊去一趟。黑凤在，把小虎子先送回住处，晚一点我再回去帮他换药。诺。小姐，事情全部办妥了啊，那就好。你再去安排一位新的管事，安抚好底下的工人。东方公子盛情邀请，我陪他去酒楼说说话，那些事就麻烦你了。小姐，不如我让醉姨台把酒菜送到这里来，您觉得如何？我只是想陪你们家小姐去酒楼聊一聊，不会把她怎么样。况且，她的病还是我治好的，没有我就没有现在的她。你不必对我这么谨慎吧？没事，小夏待会儿就回来了，有他陪着我，你放心吧。好，那我先去工坊一趟。前几日我偷偷溜出朱府，差点被人杀死，他们才会那么谨慎。还请东方公子见谅。如果东方神医不害怕跟我在一起有危险的话，我们待会就去醉一台。此事我也听说了。不过朱姑娘请放心，今日有我在，我善解毒，更善于下毒。